大家好，我呢是从事针织面料的生产和销售的。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解一下针织布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所谓的针织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用针织的。我们看到这个针，很多针排在机器上面织成的布叫针织布。针织布分经边和纬边。今天我们先来讲解一下针织布的主要构成，就是纱线，一些针织布的纱线的相关一些知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桌上的纱，都是我们织布会用到的纱。纱呢，主要分为根据它的纤维的特性，纤维的长短分为两大类。你看到这个和这个就主要的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短纤。短纤纱呢，主要是由细小的纤维通过纺纱纺出来的，一般有植物纤维和化学纤维，还有动物的毛。植物纤维我们就知道，通常我们常见的有全棉、人棉，就是粘胶，还有莫代尔、天丝、竹纤维、大豆纤维。化学纤维呢，主要有涤纶纤维、锦纶纤维，锦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尼龙，还有醋酸、腈纶。一般我们常见的一些纺织的原料都可以做成短纤。另外呢，动植物的纤维可以跟化学纤维混纺在一起，按照一定的比例混纺在一起。比如说，棉跟涤混纺在一起，我们就叫做 TC 纱。TC 纱呢，一般就是棉的比例比较少，涤的比例比较多。T 就代表涤，棉就代表 C， 所以这个 T 放在前面， C 放在后面。还有 CVC 纱 ，CVC 就是棉比例比较多，涤比例比较少。棉也可以跟粘胶放在一起，叫做 TR 纱。还有我们可以很多不同的原料可以任意的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在一起纺成纱。但是我们市场上面常见的就是 TC、TR，或者 CR， 就是棉跟人棉混纺的纱 CR， 通常的比例都是5050、6040和6535。这除了刚才说了短纤的纱，现在说这个长丝。长丝呢，一般都是化学纤维构成的，但是也有极个别的植物提炼出来的纤维也可以做成长丝，比如人造丝。人造丝就是粘胶长丝，通常我们会说是人造丝。这个我手上这个呢，就是涤纶长丝，这个黑色的也是涤纶长丝。长丝呢，就是化学纤维通过在纱厂呢，通过加工以后，形成不间断的不断的纤维纺的。一般我们看到的一根
纱里面会有几根细小的不间断的纤维，可以拆分成几根细小的不间断的纤维，还有单根的纤维构成的丝，我们就是分不出来，其他只有一根纤维。单根的纤维一般都是安人丝，安人丝是单根的。还有尼龙单孔丝，涤纶用到单根的比较少，涤纶呢和大多数的尼龙都是由多根丝组成的一根纱线，一根线。长丝呢，我们根据它的纺纱工艺又可以分为 FDY、POY、DTY。POY 呢就是预取向丝，预取向丝就是可以进行进一步拉伸拉长的丝。FDY 呢就是全牵引丝，就是已经经过拉伸的丝。DTY 就是拉伸变形丝。这些我们织布通常在用的就是两种 FDY 和 DTY。FDY 织成的布呢有两个主要明显特征，就是 FDY 织成的布比较滑，手感比较滑，还有坠感比较好。所以很多服装呢用 FDY 去仿真丝，因为它有丝般的手感滑，坠感好。DTY 呢就是质感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很多运动服装都会用到 DTY， 涤纶 DTY。现在我们来根据纱线的结构来说一下短纤。短纤呢，我之前说的是用细小的纤维纺成的丝，它不是连续性的啊。这个纤维呢不是连续性的，都是短的，纤维都是有一定的长度的，而且长度都是比较短的。这种短纤呢，我们根据不同的纺纱工艺，可以分为环定纺、气流纺、涡流纺、赛洛纺和紧密赛洛纺。环定纺是我们之前最常见的一种纺纱工艺。气流纺呢，气流纺的纱比环定纺的手感要硬，但是气流纺的产量比较高。气流纺一般是做比较粗的纱，会用到气流纺。气流纺的纱呢，由于它比较硬，不适合用作拉毛用。还有涡流纺的纱，涡流纺的纱的手感织成的面料手感硬度，就介于气流纺跟环定纺之间。还有紧密纺，紧密纺是比环定纺稍微硬一点，但是我们后面通过蓝整的后整理，可以达到环定纺面料同样的手感。但紧密纺的纱比环定纺的要好一点，优点在于紧密纺的纱不太容易起毛起球，就是同样的原料、同样的人棉做的环定纺的纱就比较容易起毛起球，紧密纺的纱起毛起球比较好一点。赛洛纺的纱就是介于环定纺跟紧密纺之间。赛洛纺的毛羽也是比环定纺的要好，但是它没有紧密纺的要好。
这个纱织呢，我们在桌面上面看到不同的颜色。这个纱呢，其实我们纺纱的时候也可以纺成不同的颜色。像这种敌人他们做纱的时候加入色母，就可以有不同的颜色。我们这里有个黑色，其他的有黄色啊、红色啊什么的都可以做啊。这种短线呢，一般我们都是拿白纱去染色的，当然也有色纱啊，色纱一般是黑色的和麻灰的为主啊。这就是麻灰，所谓的麻灰呢，就是不同颜色的纱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在一起啊纺成的纱。有麻点，比如说这个有黑有白，是黑白的两种不同颜色的纱。棉花，不同颜色的棉花纺在一起，按照不同的比例纺在一起。除了黑白，还可以做成其他颜色的。纱线呢，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单根纱，也有双根的，双根纱是通过柄线构成的，通过柄线就是两根纱并在一起。并在一起的纱呢，有些加捻，根据捻度的大小也有不同，有通过加捻就是这样拧在一起，单位长度有多少，拧了多少就叫做捻度啊，也有没有捻度的纱。这个呢，就是涤纶跟氨纶通过后道工序并在一起。涤纶啊，还有尼龙跟氨纶也是可以通过后道工序并在一起的啊。我们通常把尼龙跟氨纶或者涤纶跟氨纶并在一起的纱叫做包覆丝，叫做尼龙包覆丝或者涤纶包覆丝。包覆丝又分为空包和机包，根据它的包覆方式啊，可以分成机包跟空包。我们看到呢，这里的长丝和短纤啊，长丝和短纤的粗细有不同的单位啊，纱都是有粗细的啊，同样的成分的纱有不同的粗细，但是我们长丝的粗细是用丹尼尔或者特克斯来表示的啊。通常情况下，短纤的粗细是用英姿来表示的。英姿和特克斯之间是可以互换的，跟丹尼尔之间也是可以互换的啊。下期节目我可能会讲到纱织粗细的互换方式啊，计算公式。这期节目呢，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